云霄的袖中传出了一声：“白先生与金鹏在此地做测验，稍后若有漏网之鱼或是难缠的域外天魔，若不能截杀，也要尽力的拖延住。”白泽与金鹏各自答应，在漩涡前伫立。金灵圣母道：“备好神通祭起法宝，前方怕是有一场硬战。”善。当下金灵圣母召出龙虎如意，现出六臂化身，一条条玉臂手持各类斗法重宝。太乙真人召出了九龙神火罩，9条火龙笼罩身周各处。云霄仙子取出混元金斗，托在左掌掌心，右手轻轻地戳了一下左侧衣袖，示意某位天庭全神安分一些，莫要让他分心了。赵公明记起24颗定海神珠，手中握住了金木鞭。李长寿注意到了一个细节，此时这24颗定海神珠与赵大爷之间多了几分联系，灵力运转更为如意了。仔细想想，普通天庭全神平时借用玄黄塔、离地验光旗、乾坤尺，心底就会出现一场场相声。赵大爷有24颗珠子，若每个珠子的灵性独立，那岂不是……我的天哪，想想就可怕呀！玉鼎真人头顶现出了那一只熟悉的玉鼎，又有七彩斑斓的光芒笼罩在太乙真人的元神处。防止捣坦，绝对好评。黄龙真人看了看龟灵圣母，本以为能够找到一点安慰，却见龟灵圣母此刻笼罩在浅绿色的柔光中，手中握着一把玉笛，身后悬浮着10多件乐器。龟灵圣母自身散发着一种清正气息，酝酿着阵阵元神波动。真对域外天魔隐藏高手，要不贫道也在外镇守？冲！金灵圣母一声轻喝，6道流光冲天而起，砸入前方漩涡。黄龙真人的嘴角抽搐了2下，化作了第7道光。这漩涡之中有着浓郁的天道之力，似乎跨越了层层阻隔，又似是穿越了无尽乾坤。李长寿仔细体会，感受到了一条条大道被稍微扭曲之后产生的奇异波动，体会到了天道之缺所蕴含的种种奇妙。仙石被压在身周，无法朝外探查，60大部分失效，只有双目能看到在黑暗中微弱闪过的流光。天道之力浓郁到让人感觉到有些压抑，但是李长寿心底感悟丛生，被他给引了下去。空明道心，开！前方豁然开朗，李长寿的仙石立刻朝着各处蔓延，看到了此刻的玄都城大战。他们是从太极图正下方冒出来的，太极图缓缓旋转，阴阳2气笼罩此地，将无数砸过来的黑气搅碎震开，自身竟是毫无震颤。这也验证了李长寿此前所想，只要太极图在此地，域外天魔就攻不破玄都城最后的防线。鲲鹏不可能不知此事，他现身待域外天魔猛攻玄都城，必有所图。而鲲鹏，李长寿在云霄的袖中抬头眺望，隔着太极图的虚影，看到了在正上方负手而立，被道道黑影簇拥的那道低矮身影。太极图照耀下，混沌海边缘到洪荒天地边缘的虚空之中，数不清多少域外天魔拥堵在此。而在这众域外天魔之中，除却鲲鹏之外，还有几道身影散发着强烈的威压。有半边身子躲藏在混沌海，自身似乎有万丈之高，腰身处有一根根七彩触角，隐隐呈现穿后裙女子轮廓的奇异生灵。也有身形呈龙状，却生有一只只古异的恐怖凶兽。更有形状随意，长相随心，自身散发着诡异的威压，甚至蕴含了数十种残缺大道的先天神魔。玄都大法师此时就盘坐在太极图正中，2道身影在他的身周来回穿梭，尽力地阻挡那些域外天魔对太极图以及他本身的冲击。虽说双拳难敌4手，大法师也被变相地困在此地，无法自天地入口挪开，但是他此时不见伤势，应对也算是颇为从容，大有能够天长地久守下去的架势。
李长寿此刻并未作声，只是叮嘱几个人不要暴露他也到了此地，暗中观察。他感受到了自己师兄压抑的怒气，没有多思量，就对云霄仙子道了一句：“云，伸手进来。”云霄仙子的右手探入袖中，接过了李长寿递来的乾坤尺与玄黄塔，仙指轻轻戳了戳李长寿的胸口，李长寿顺势咳嗽2声，在云霄的手臂旁趴下，转身2只手抱住那光滑的玉臂，传声叹道：“哎呀，完了，重伤了，这一下呀，没有一点好处我是起不来了。”云霄传声呸了他一声，嗓音轻轻柔柔，随即就将注意力放在了即将爆发的大战上。赵公明一声轻喝：“果然是鲲鹏！”金陵圣母冷哼半声，身形最先冲天而起。其余道门众高手各自亮起手中法宝，毫无阻碍地冲出太极图。玄都大法师猛然睁眼，目中划过了几分怒色。云霄仙子一声轻喝：“师兄，请接宝！”那乾坤尺自云霄手中飞出，化作灰色流光，撞破数道黑影，冲到了玄都大法师身旁，被大法师举起了右手稳稳握住。大法师长身而起，正此时，一口小塔飞到了大法师头顶，洒落万千玄黄气息。各位师弟师妹，守住太极图就可了。大法师淡定地道了句，随后仰头看向头顶的鲲鹏神魔众域外天魔。一顶小塔悬浮在大法师头顶，洒落道道玄黄气息，将大法师的身形衬得竟是如此伟岸。这几天打贫道打得可爽利，砸碎。好强啊！云霄袖中，李长寿看着那混沌海边缘的大战，心底不禁泛起了少许赞叹。2道流光在混沌海边缘极快地穿梭，每次对碰都能带起混沌海边缘的层层波浪，无数黑影在各类扭曲无序的冲击中灰飞烟灭。那是道则的震荡。鲲鹏生有极速，只是在先天道虚状态的速度就已经超出了洪荒天地规则所容纳的极限，在混沌海边缘更是没有任何束缚，这让李长寿颇为怀疑，之前自己正面干掉的鲲鹏救退其实是一个弱化版本。大法师手持乾坤尺，头顶玄黄塔，执掌乾坤大道，以不断挪移的方式勉强能够跟得上鲲鹏的身影。二者互相追逐，大法师的身影不断的闪烁，玄黄塔镇压自身，万法不侵，手中乾坤尺能在混沌海中划出道道缝隙。鲲鹏的身影摇曳出道道残影，躲过乾坤尺的轰击，掌心凝着残缺道则之力，一拳一掌也能将玄黄塔打得轻轻颤抖。显然，如今的妖师鲲鹏比上古时更为强横。激战刚起，那数头先天神魔有朝大法师包夹之趋势。你们守好太极图。金陵圣母低喝一声，身形化作一抹金光，没入黑影之中。瞬息间，剑痕划开天穹，一只玉如意绽放出青龙白虎神兽之影，砸向2头先天神魔。赵公明立刻追了上去，身周24颗定海神珠晕染出无边蔚蓝，丢下一句：“我去护着金陵。”侧旁，归灵圣母柔声：“各位尽管出手，我自有办法护住此地。”言罢，端起手中玉笛，奏出阵阵有些锋锐的笛声，将源源不断冲来的域外天魔炸成漆黑烟花。不止如此，青色流光自下方天地入口处流转，宛若树藤枝蔓迅速纠缠，转眼凝成一只巨大的龟壳，将洪荒天地的出入口完全封锁。云霄仙子倩影一闪，已经是出现在了众天魔之内，手中混元金斗光芒大作，一束束带着速反本源之力的光束穿透天地，让那几头先天神魔下意识的就要远离。紧接着，玉鼎真人单手遮天，那宽厚的背影流露出横扫乾坤的气势，看得黄龙真人心神激荡。黄龙真人大喝一声：“贫道去也！”哎，太乙真人赶紧拽了一把黄龙：“师兄去何处啊？太极图莫要失了人镇手。”黄龙真人眨眨眼，太乙真人面容凝重的点点头。黄龙真人嘀咕：“
要不咱们在这儿继续守着？太乙真人的双手揣在袖中，叹道：“风光是属于他们的，我们做些累活就是了。”侧旁龟灵圣母笛声微乱，光洁的额头满是黑线。道门高手现身，场面顿时逆转。原本只能防守的玄都大法师开始追着鲲鹏猛打，金灵圣母等高手奔着斩杀先天神魔而去，与域外天魔一族拉开大战。李长寿躲在云霄仙子袖中，本准备着在云霄仙子陷入危情时随时现身，却发现自家准道侣的实力有点超乎自己原本的设想啊！云霄不起任何防御类法宝，身周只是包裹着淡淡的云雾，身上长裙闪烁起清冷仙光，但是周遭那源源不断冲来的域外天魔靠近他身周100丈，就会直接被融化。此地是混沌海边缘，洪荒天地的完整道则还在，距离的概念依然清晰。而云霄手中的混元金斗此刻毫无保留地展露威能，一束束金光横扫千万里，大片大片的虚空被蒸发干净。不知大战几时，云霄身形出现在先天神魔天魔尊者前方不远，眉目之中寒光一闪，仙指点在混元金斗上，一道金光宛若剑影，将那天魔尊者庞大的身躯溶解小半。那天魔尊者发出一声尖锐的呼啸，身形骤然缩小，化作乌芒遁入混沌海。漫天域外天魔随之溃败，那几头已经节节败退的先天神魔也各自逃命。能成为开天大劫的漏网之鱼，这些随便长长的混沌海生灵的逃命本领着实是不弱，几乎转眼间就没有了踪影。此刻游自激战的反倒是大法师与妖师鲲鹏。鲲鹏目中流露出几分狠戾，掌心凝出一颗漆黑光球，身形躲过道道随时能够将他吞噬放逐的乾坤裂缝，对着玄都大法师摁下了这一掌。玄都城外漫天黑芒乱闪，大法师身形暂时被堵，一股宛若海浪般的道韵在混沌海边缘荡漾流转。鲲鹏那沙哑的嗓音伴着这一股神念，在此地众道门高手心底响起。那外乡人，本是在进行域外天魔2期切片研究的李长寿闻言眉头一皱，想知道这个洪荒的真相吗？来混沌海中寻本座吧。基本可以确定了，这股中二大反派的味儿，鲲鹏绝对是浪前辈的直接关联者无疑了。李长寿禁不住嘴角一阵抽搐，突然有一种想要替我同乡前辈对洪荒土著生灵鞠个躬道歉的冲动呢。混沌海边缘，鲲鹏的身影已经是消失不见，在黑芒爆发的瞬间，鲲鹏现出本体，那庞大的道躯竟然超出了众仙的世界。随后这道躯似乎哆嗦了一下，瞬间就消失在混沌海边缘，只留下道道翻涌的混沌气息，脱离了他们一切探查手段的边界。这才是真正的极速，一条大道上的极致。太乙真人负手而立，低声喃喃：就这鲲鹏，便是某位圣人到了混沌海中，也不一定能胜过吧。黄龙真人额头的冷汗都下来了。慎言，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咱们此时不在三界中，话语也不会被圣人探听，何惧之？这个总归还是不要有这般念头。黄龙真人如此道了一句，上方数道流光飞来，却是大法师等人自行回返。太极图缓缓放大，将整座玄都城包裹。大法师打了一个手势，与道门几位来驰援的高手一同沉入太极图下，落在了一处还算平整之地。轻轻呼出一口气，一屁股坐了下来。多谢各位师弟师妹。大法师拱拱手，气息有些虚弱，差点就撑不住了。老师的太极图当真太耗法力。金灵圣母黄龙真人带着2将高手向前行礼，大法师潇洒的摆摆手，示意几个人不必多礼，点出了7支蒲团。赵公明沉声：这妖师鲲鹏怎的实力强到了这般地步？云霄仙子略作思索，给出了正确答案：是石凤本源。
见各位同门流露出好奇的目光，云霄仙子便将他当初与李长寿一同入混沌海中，结果遭遇鲲鹏救退之事简单的说了一遍。云霄目中带着几分亮光，柔声道：我们自混沌海回返时，他就曾言，那有可能并非是鲲鹏本体，而是鲲鹏用来迷惑洪荒生灵的救退。鲲鹏窃取的始凤本源之力也没了踪迹，此时想来，他的推断完全没有错。若论智计，怕是鲲鹏也不及他。二妹，收一收啊，这都快夸上天了。长庚的谋算确实是不弱的，是长庚通知你们过来的吗？云霄的袖中，李长寿探了个头，对大法师抱拳行礼，随后飞出袖口，化作常人大小。师兄这边遇到麻烦，我如何能不过来呢？大法师笑骂：那你刚刚为何不现身，用你的均衡大道？若是能把鲲鹏留下，洪荒少一大患矣。这个，我并不想与鲲鹏碰面，免得受他妖言蛊惑。几位道门仙人对视一眼，各自想到了此前鲲鹏的喊话。大法师纳闷，他称你为外乡人的缘由，你在老师身旁熟睡时，我也听老师讲过。但他为何要让你去混沌海中找他，还说什么洪荒天地的真相？李长寿皱眉耸肩，双手一摊，兴许是他寂寞了。众仙哑然失笑，就并未多问了。洪荒规矩，打探旁人根脚是大忌。